秋招拿到了特别好的 offer， 但是接了就得跟男朋友分手，那这两个 offer 到底选哪个？这个 case 是最近上了热搜的一个非常热门的 offer 选择话题。那首先先看钱 ，offer 一是20万 ，offer 二是44万。来，先提问啊，这两个数字它是税前收入还是税后收入？来，大家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。税前啊，这个是咱们之前讲过的知识点，打工人谈薪谈都是税前，税后是要自己算的啊。那我们来算一下，首先大厂这个44万，很多人可能没概念啊，到手到底有多少？大厂一般是15到18薪，那么咱们就取平均值算16薪吧，44除以16，每个月的月 base 大概是27500，税后到手大概是19000到2万之间。来，再提问，为什么每个月的税后到手收入居然还会波动，还会不同呢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知道？哎，对，因为扣税会根据你每年的收入累计预扣，那么但是整体变化不大啊，就是19000到2万左右。个税这块大家想不想看？大家如果想看了解更多的，比如说个税怎么算呀，我们那个个税 APP 怎么申报呀，可以把想看两个字打在公屏上，好吧？我后面考虑出相关的视频。然后五险一金大厂基本都是拉满啊，公积金双边12%就24%，也就是每个月的公积金有6500，一年算下来大概有7万块钱，年终奖4个月11万，所有这些杂七杂八加起来不算公积金啊，到手收入44万，一年大概是33左右。好，然后国企的收入算起来比较麻烦啊。首先第一个，这20万包不包含公积金？大厂肯定是不包含的，但是很多国企因为它本身收入不是特别高，不包含公积金的话就看不下去了，所以很多地方公务员啊，还有事业编还有国企，它的薪资是把公积金包含在内的。case 里面题主没有说这个到底包不包含啊，咱们就默认跟大厂对齐，它不包含公积金。然后这20万怎么来呢？它一般是每个月的月 base 到手比较少，可能就几千块钱，大头其实是靠年终奖和各种各样的福利补贴给撑起来的，所以呢比较复杂不好算，咱们就粗略估计一下，乘一个0.75的系数。大家记住，如果你的单位福利待遇不错，你大概税前乘0.75就是你的到手收入，也就是说这个大概是一年15万左右。所以单看钱的话，这两者没有啥可比性啊。大厂干1年相当于2年多，其实加上公积金的话还会差的更多，而且呢涨薪幅度也没啥可比性。大厂虽然晋升难，但是有一个清晰的晋升路径的，像我们那一届2022届毕业的最高的我知道拿到40万左右总包的，现在他已经能升到将近60万左右了。而国企你想涨薪，哈哈，我跟大家说，国企的涨薪你基本可以理解为不涨。我那年求招面过一个市场化的国企，他开的其实挺多的，总包开了有20多万，他专门面向清北学生开了一个座谈会，去把他的薪资结构拆解的特别详细，也特别详细的描述了晋升路线。但是升一级你知道涨多少钱吗？500，哈哈。好，第二点，单位性质，国企和大厂他们的区别大家知道吧？国企的好处是什么？就是相对稳定，大厂是完全不稳定。如果你选择大厂，其实基本上大部分人就是干个10年，然后把一辈子80%的钱都给赚到了，然后回家躺平。国企就相对稳，它没有公务员稳，注意没有公务员稳，但是一般来说不会动你，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啊。比如说去年有一部爆火的剧叫《漫长的季节》，大家看过吧？没看过去看一看，你就知道非常时期，国企也不是稳。然后那国企有什么缺点呢？就是它有一个缺点是非常限制发展。来提问，国企之间相互跳槽好跳吗？啊，问大家可以把你的答案在公屏上。不好跳啊，就是国企技术岗还行，你技术岗你有技术，说实话你在市场上也许可以跳槽找到工作，但是如果你是个非技术岗，基本就废了。好国企基本是不社招的，或者说社招那些岗位大部分都是牛马岗，所以如果你校招进了某家国企，你最好的路径就是在这家公司一直干到黑，你很难通过正常的市场化的竞争获得一个更高的收入啊，这个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的。好，下一个 base 地，一个是成都离家近，然后一个北京离家远。我在这儿先核算一下最基本的成本哈，成都的租房成本大概是北京的1/3，咱们合租算，成都一个月假设它1200，北京3500，一年下来这个大概能省3万块钱左右，这个还好啊。但最大的成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成本，就是安家成本。如果在这个地方买房，双流区的房子1万块钱的均价也能买下来，但是北京那不好意思，这个数字就是天文数字啊。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，有这个题主提起了，就是选 offer 1肯定能和男朋友在一块儿，选 offer 2大概率就要分手。来问一下大家，对象这个事儿是你在选工作选 offer 的时候一个核心的考虑因素吗？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。这事儿我是这么考虑的，如果你和你对象的感情一般，或者是新认识的，然后你本人也是一个卷王，你非常想要奋斗，那你果断失业。对象嘛没了可以再找，但是机会出现了你不抓住，那以后可能就真的没了。但是还有第二种情况，就是你和你对象已经有了非常深厚的感情，你们也基本上都是奔着结婚去的，你还是要把你对象拉过来，双方一块商量商量，讨论讨论，是他去北京找工作，还是你俩回去安家求稳。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，但据我观察，这种情况的人在互联网上是失语的，他不太会公开讨论。你别被那些劝分的言论带跑偏了啊！就是大家只要商量好，怎么样都行，去这儿也行，去那儿也行，但只有一种情况不行，就是一方为另一方做出了巨大的牺牲，牺牲了事业，甚至牺牲了一切，这种是万万不
不可以的，因为一旦你没有了事业，第一个你收入下降，它代表你对家庭里面地位话语权会降低，那这个跷跷板啊折腾久了，这个日子也是很难过下去的。这个还好啊，关键是第二点，就是一旦你牺牲了事业，你会牺牲自我认同感。就我们人呐，钱是一方面，关键是你在这个社会上生活，你跟爱人相处，你要有自我价值，你干这份事业是你喜欢的，或者不喜欢，但是你擅长，或者至少它有价值，你在社会当中是有一个角色的。最近那个再见爱人很火，有一个女嘉宾很火，大家都看了吧？人一旦没有工作，什么样子？就是很容易怨妇，就是会怨恨身边的一切，看啥都负能量，一吵架就是我为了你怎么样牺牲那么多，你说这日子能过下去吗？只有双方互相迁就，都有自己的小天地小事业，都有自我价值和认同感，不会觉得自己是做出巨大牺牲的时候，这个平衡才能更加长久。好，第5点，工作强度，国企965基本不加班。我不知道这个信源是哪来的啊？如果是人事跟你说的，你不要信啊。谁说国企不加班？国企也加班的。来，在国企的同学有没有？如果有的话，可以在弹幕里打出来啊。国企加不加班？这两种加班还是不一样的啊！就很多同学听说大肠卷，他不知道这个卷具体是个什么形式。我来给大家描述一些细节，大家可以闭眼代入一下啊。第一种情况，你每个季度的 OKR 是背频道的收入指标，你一个项目大概能给一个频道涨3万到5万的收入每天。现在频道收入是50万每天，3个月内你要涨到100万每天，6个月后要涨到300万每天，困难，不要跟我说困难，我要的是你解决办法。其实我对你有点失望的。第二种情况，已经过了1个月了，这个 Q 的 OKR 完成率已经落后了，老板已经评估啊，正常干你肯定完成不了了，那怎么办？他就让你去说服比你大3级的合作方老板啊，说服他按照我们的方案去做，这样去做对他的利益是有损的啊，困难，不要跟我说困难啊，我要的是你解决办法。其实我对你是有点失望的。好，第3，现在过了2个月了 ，OKR 进度落后太多，肯定完成不了了。那这时候老板就要求你违规操作，直接跳过合规，直接跳过法务，去欺骗后面的合作方啊，去帮你干这个项目，先把它赶上线再说。你吭哧加班加点，干到一半，对方合作方老大发现了，你这个怎么没过合规？好，项目全部回滚，老板直接甩锅给你，你给你事你怎么不过合规呢？啊，这个时候你还要给他擦屁股，还要一个一个道歉，然后去重做方案。至于 OKR 进度，那必须达成啊，不能降，完不成就走人。其实我对你有点失望的。明白了，这叫大厂的卷，国企的卷就相对比较柔和了。比如说，今天有个材料必须要找领导签字盖章归档，然后有一个领导他今晚上9点钟才回来，你必须要等他回来盖完章才能走。还有比如说你是银行的管培生，你去柜台轮岗，然后有个大爷来办业务取钱，结果银行卡密码不记得了，你夸跟他 battle 了一顿，终于把密码想起来了，结果他取了2千块钱以后点了一遍，再让你把它存进去，你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啊，我来看一看这个银行卡里面的钱少没少，没少你再把我存进去。又或者你国企是个传统行业是吧？你要去经常出差，去下面的一些工厂，那工厂都在哪儿啊？在荒山野岭对吧？在郊区。你说忙吗？倒也没太忙，但你要跟项目啊，你要在这驻扎1个月，你远离家人、朋友、亲戚。我这样描述，大家能理解这2者的区别在哪儿了吧？来，顺便做个调研，问一下大家，这2种工作强度，你觉得你更适合哪一个？其实换句话说，这个问题就是：第一，你到底想不想卷？第二个，你能不能卷？大部分人都想出人头地，但是你在过往的经历里面，大脑如果是一台 CPU 的话，算力能不能击败大多数人？第二个是你能不能承受高强度的压力，就是别人摆明了他就在欺负你啊，那这种欺负之下，你还能把事儿办成，还办得特别好，还不能跟他撕破脸，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？你有，那恭喜你，果断大厂；你没有，那你考虑一下啊，自己到底要选哪个？好，最后一点，带薪假期，这个就不用比了，肯定国企完胜，对吧？他工资都低，他要是福利再不好，谁去啊？然后在这个我给大家提个醒啊，大厂的这个所谓10到20天年假，你直接取最小值，这是咱们讲过的最小值第一定律啊。应届生啊，你也就10天年假，而且大部分是1个月解锁1天。如果说你在离职之前提前解锁了之后月份的年假，恭喜你，离职的话你还要赔钱的哈。好，到这儿我就把2个 offer 拆解的差不多了。那综合来看，大家更想选择哪个 offer 呢？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。然后最后呢，我再唠叨几句啊，就是我个人关于 offer 选择的一些想法和观点吧。大部分人选 offer 的考虑因素无非就是钱啊，业务前景、发展前景是否稳定、是否清闲、离家近不近，对吧？其实咱们这儿基本都已经包含了。但是我特别想强调一个，就是大家经常会忽略的点，就是组内氛围+1+2的人品风格能不能拉来资源是更重要的，甚至比刚刚我们讲的所有的因素还要重要，因为它是直接决定你未来2到3年工作体验的。所谓的前途、业务发展前景，这都是关于你未来画的一个饼，它是一个很美好的饼，但是不是你现在实际能吃到的。你是活在现实中的朋友们，大家能理解吗？你工作实际的感受，你的心理状态，
你每天是不是呼吸局促，是不是满眼冒汗，是不是眼冒金星，那个才是真实的东西。没有人是在一个打压、甩锅、PUA、相互算计、相互压榨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。这种环境出不来人才，只会出心理变态。人最重要的是找到跟你同频，能够让你感觉到舒服，能滋养你的环境去奋斗。你会发现，原来努力不需要龇牙咧嘴，原来努力也是可以很开心、很快乐、很舒适的。而钱这个东西啊，没毕业学生觉得很重要啊，当然这是人之常情，但那是因为你没赚到钱。等你赚到钱了以后，你会发现钱是赚不完的啊。但是在职业生涯初期，有一个非常靠谱、能力很强、愿意提携你的领导，会比你一开始多挣那几千块钱重要的多。来，在大厂工作过的、有工作经验的人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年年讲，年年有人不听啊。而且大家知道，真正赚大钱的人，你知道他是怎么赚的吗？首先，第一个靠贵人提携，就比如升职加薪，你是领导的嫡系，那每次晋升都有你啊。第二，更关键的是，你要让自己成为分蛋糕的人。你看着好像40万涨到60万，涨到80万，哎呀，好多啊！其实扣完税到手也没多少。但是你知道那些搞副业去拿到寺庙独家代理权的人挣多少吗？你知道那些卖手串的人挣多少吗？你知道那些百万粉的网红博主他挣多少吗？那这些副业都很难，对不对？他是怎么搞起来呢？首先第一个，你得有空闲时间吧。第二个，你得有个积极探索、积极进取的心态吧。如果你遇上了一个坏领导，他天天的 push 打压 PUA 你，试图霸占你所有的空闲时间，而且工作安排极不合理，你天天都是负能量，你觉得你搞得出来吗？怎么可能呢？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，不管你现在接不接 offer， 你都提前挤时间去实习，别慌啊！我知道有毕业论文的压力，下期视频会讲怎么快速干论文的。这会儿实习就不要傻傻的干活了，你要多沟通、多交流，多跟同事和老板聊，你去观察，比如往年的年终情况呀，发几个月呀，绩效一般怎么打呀，应届生背不背星，老板的个人能力怎么样，你多跟他聊，你听一听他说话到底有没有逻辑，能不能几句话快速抓住重点。开会跟高职级的人吵架，老板他是身先士卒还是甩锅给你，包括他到底能不能拉来资源，具体拉来什么资源，少干活多观察，这些细节才是决定你到底要不要接一个 offer 的决定性因素。它远比你一开始多挣那么几千几万块钱要重要的多得多。真的，我求大家了，我都给大家跪了，我每天都是跪着给大家录视频的。真大家听劝啊，不要只看钱，也不要只看前景，也不要只为了什么东西好听，尽量去了解这个 offer 这家单位这个组他工作的细节。行，那这视频就是这样，我是一直给大家跪着录视频的小钻，那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